在不久前，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在两岸社交媒体上流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据称拥有约6000个军事基地。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故事的起点竟是一位普通的台湾年轻人。这位年仅20多岁的台湾小伙子温约瑟，并非军情专家，却对军事话题充满热情。某天，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大陆官媒央视的一档军事节目，节目片头短暂闪过的一幕引起了他的注意。镜头中出现了一座解放军集团军司令部的大楼正面照，他灵机一动，能否据此找到该基地的位置？于是他按下暂停键，将画面放大，细细比对周边环境，并打开谷歌地图搜寻相似的建筑。经过耐心寻找，他在浙江湖州的一处区域找到了完全吻合的建筑群。就这样，他利用央视无意间泄露的画面，定位出了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军部。这一发现让温约瑟大受鼓舞，他意识到公开信息中蕴藏着庞大的解放军部署秘密。自此，他投入大量时间翻阅解放军相关的维基百科资料、中国军事杂志、解放军报等官媒报道，甚至浏览军工外包商的网站，搜寻蛛丝马迹。凡是官方宣传影片里出现过的基地影像，他都一帧帧截取，用心比对卫星地图。经过1年多的埋头苦干，温约瑟创建了一份线上互动地图，标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的分布。最初公布时，他已标出了约1600处解放军军事据点，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5大军种的基地，以及训练场、军事院校、军工厂等。随着他持续更新，这张地图上的小红星越来越密集。截至目前，他已经标记出超过5500处解放军据点，并估计这大约只占全部解放军设施的5-6成。由此推算，解放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设施总数极可能在6000处以上。这一由民间绘制的解放军基地地图迅速引发轰动，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大陆版图上星罗棋布的红色五角星标记几乎铺满全国，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雪原到西南群山，无处不在。许多台湾网友为温约瑟的创举点赞，称他靠一己之力帅呆了，甚至戏称有了这张地图，再配上足够的导弹无人机，解放军要登陆台湾，休想。当然，也有极少数大陆民族主义者对此恼羞成怒，在网络上对他发出恐吓。但越是如此，更凸显出这张地图的重要意义。它揭开了解放军庞大基地网络的神秘面纱。那么，解放军究竟如何拥有如此庞大的基地体系？这些基地都分布在哪里？又承担怎样的战略用途？让我们循着这张地图，深入解读背后的解放军战略布局。放眼中国地图，解放军的军事基地如同棋盘上的棋子，精心布置在要害之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现代化改革，中国军力布局已形成纵深与前沿并重的格局，陆海空火箭各军种分工明确又密切协同，为中国打造出立体多维的安全屏障。陆军基地广布边疆与腹地，作为拥有庞大现役兵力的陆军，解放军陆军的基地数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全国划分为5大战区后，陆军以集团军为基本作战单位，在各战区内设有若干基地和驻训场。东北、华北的基地群守护着北方边疆，西部的军事设施则沿天山、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布置，威慑疆域西垂。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是重中之重，密集部署了针对台湾和南海方向的部队。例如，在福建、广东沿海，陆军2栖合成旅的驻地和演习场环环相扣，随时准备登岛作战演练。而在内蒙古草原深处，有号称解放军最大训练基地的朱日和基地，占地约1000多平方公里，与整个香港面积相仿，可同时容纳多个师团对抗演习。这些陆军基地既有贴近实战前线的前沿据点，也有腹地纵深的战略预备队营地，平时分散驻扎，战时即可迅速集结。庞大的陆军基地网络确保了解放军在任何方向上都有充足兵力可调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陆军许多基地位置相对敏感，公开资讯较少，即便如温约瑟这样的高手，目前也仅摸清了一半左右。
这意味着陆军实际基地数量可能远超外界掌握，隐藏着更深的战力。海军基地三大舰队与海外足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基地则沿海岸线展开，形成南海、东海、北海三大舰队的战略支点。北海舰队驻守黄海、渤海，在山东青岛和辽宁旅顺等地拥有大型军港。东海舰队坐镇长三角，在浙江舟山群岛、福建厦门附近布有基地，紧盯着台湾海峡的风吹草动。南海舰队力量最为强劲，在广东、湛江、海南、三亚建立了现代化港口，尤其是三亚亚龙湾的榆林海军基地，是解放军核潜艇的隐秘巢穴。群山掩映下，巨大的洞库深藏于岩壁，可停泊弹道导弹核潜艇，静静守护中国的二次核反击力量。除了本土海岸，中国海军近年来大步迈向远洋，在南海深处，解放军填海造岛，建设了永暑礁、美济礁、主碧礁等大型海空综合基地。这些珊瑚礁上拔地而起长达数千米的机场跑道、港口和雷达阵地，使得解放军的海空军力前推数百公里，直逼第一岛链。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据点的突破。2017年，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设立了首个海外保障基地，该基地紧邻红海要道，可供数千名官兵长期驻扎，港池甚至可以停靠航空母舰和2栖登陆舰，为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撤侨行动提供支持。据传，解放军计划在吉布提基地部署多达5000到6000人的兵力，足见其战略意义之重大。除了吉布提，解放军还被指在筹划更多的海外立足点，例如与柬埔寨合作升级傍站的云壤海军基地。据称，中国将获准独立使用其中一部分设施。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中国与所国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引发外界猜测这是否伪将来驻军打下基础。甚至在遥远的非洲西海岸赤道几内亚，有情报称中国有意建设大西洋岸的补给基地。如果这些计划成真，中国海军的触角将遍及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三大洋。当然，目前公开承认的只有吉布提一处，但显而易见，解放军海军正从近海防御迈向远海护卫基地，网络也在相应向外延伸。空军基地，鹰击长空的机场网络。解放军空军的基地主要是各类军用机场和空军基地，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据粗略统计，中国现役军用机场至少有数百座，其中一部分为永久性的空军基地，配备有机堡、弹药库和完善的后勤设施；另一部分则是战备简易机场或公路备用跑道，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起降战机。在东北和西北等地的大型空军基地部署着远程战略轰炸机和高空高速战斗机。例如，河南内乡空军基地就拥有巨大的地下机库，洞库宽达60多米，常年停放着轰富 6K 等主力轰炸机。从卫星图像上甚至能看到轰炸机滑出洞库的场景。这样的地下堡垒式基地极大提升了空军在面对敌方先发制人打击时的生存能力。东南沿海一线，空军密集驻防着各型歼击机、歼轰机部队。福建龙田、浙江舟山群岛等地近年都新建、扩建了机场。据报道，这些前沿机场跑道加长加厚，并新建了大量防弹机堡，以防范台海方向可能遭遇的导弹袭击。一旦台海有事，这些前沿空军基地的战机可以在几分钟内飞抵台湾上空。另外，在南海人工岛礁上，解放军也修建了飞机跑道和机库，使战斗机和反潜巡逻机能够直接驻扎南沙前哨。可以说，中国空军已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机场网络，沿海机场密集火力威慑周边，内陆机场纵深保全战力，续航支援，使解放军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空中战略纵深。此外，为了提高空中力量的机动和生存，解放军也非常重视分散部署。近年来频繁举行的公路战备起降演练，就是要让飞行员掌握在高速公路等临时跑道起降的本领。一旦固定机场受损，战机可以转移到民用机场或改造后的高速路段继续作战。不仅如此，许多空军基地还储备了假目标、伪装网等，以迷惑对手侦察。空军基地体系的建设
体现出解放军平战结合、以战领舰的思想，平时扎根全国各地，战时把生存和杀伤能力发挥到极致。火箭军基地导弹劲旅纵横千里，解放军火箭军前第2炮兵掌管着中国的战略和战术导弹力量，其基地布局相对隐蔽，但杀伤力惊人。火箭军的指挥体系分为若干个导弹基地，基地号通常为6字头，如火箭军第61基地、第62基地等，每个基地下辖多支导弹旅，掌握着不同射程和用途的导弹。在中国版图上，火箭军的阵地像一把把匕首，指向战略要地，沿东南沿海和内陆腹地密布着针对台湾、日本以及西太平洋美军基地的中短程导弹旅。这些导弹包括东风负1511近程弹道导弹、东风负17高超音速导弹、东风负21D 反舰弹道导弹等等。它们大多藏身于山体隧道或地下井中，平时难觅踪迹，一旦需要可从公路机动发射。台湾军方情报估计，对准台湾本岛的解放军各型导弹数量可能超过1500枚。一旦冲突爆发，最先袭来的将是火箭军倾泻的弹雨，瘫痪雷达站、机场跑道和指挥中枢。更深更远的内陆深处，则是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堡垒。近年来，卫星照片显示，在甘肃西部沙漠和新疆戈壁滩出现了上百个新建成的导弹发射井。外界推测，这些极可能是为东风负41洲际导弹等战略核武准备的发射阵地。解放军火箭军通过在荒漠中部署分散的导弹井阵，加之已有的机动发射车队，构建起2次核打击的生存矩阵。这意味着即便遭受突袭，中国仍保有足够的核反击能力。此外，火箭军还负责反卫星导弹、远程对地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的运用，其试验训练基地遍布西昌、酒泉等地。可以说，火箭军基地是一张看不见的天罗地网，地上地下动静结合，支撑起中国的导弹盾牌与长剑、战略支援与高科技设施、隐形战线的基地。除了上述传统军种，中国在2015年组建了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型作战领域。这支部队的基地往往不似坦克军港那样醒目，但同样遍布中外，构筑着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遥远的南美洲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有一座巨大的深空测控站，矗立着直径35米的卫星通信天线。这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航天测控站，由战略支援部队运营。据了解，该基地名为深空站，承担中国探月、火星探测等任务的数据传输，也被怀疑具备监听其他国家卫星的功能。类似的深空测控或侦察站，中国在国内亦有多处，例如甘肃酒泉、西安临潼的航天测控中心，还有海南文昌的新航天发射场配套测控阵地。这些基地确保了解放军在未来太空战中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网络战和电子战方面，中国战略支援部队据传在全国建有大型的数据中心和网络作战基地，具体地点往往保密。不过可以想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科技重镇附近，一定有隐蔽的楼宇中坐镇着网络攻防的精英力量。同时，在沿海和边境地区布设有多个电磁监听站，例如在南海的海南岛和东海的舟山群岛，解放军建有电子侦察基地，架设大型天线阵，监听周边海空的电磁信号。在西藏和新疆高原，疑似也部署有监听邻国通信的设施。战略支援部队的存在，使得解放军可以在不见硝烟的领域与对手角力。太空中有北斗卫星编队提供导航和通讯支援，网络上有网军昼夜捍卫信息安全，电磁频谱内有专门部队干扰或截获敌方信号。这些基地和设施虽常人难见，却已成为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综上所述，解放军庞大的基地体系纵贯陆海空天电各个维度，既覆盖中国全境，又正向海外延伸。这6000余个军事设施共同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战略大网。和平时期，他们是国防安全的基石，一旦有事，每一个基地都将化作前线堡垒，为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力、火力和支援。面对解放军基地和兵力的压倒性规模，
台湾又该如何自处？台湾面积不大，人口有限，正规军人数不到对岸的1/10。然而，正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台湾军事战略家们早在思考一条以小博大的生存之道。其中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比喻性概念就是刺猬岛防御构想。刺猬又称豪猪，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浑身长满尖刺。当巨大的灰熊靠近时，刺猬不会主动进攻，但只要蜷缩身体，竖起满身利刺，灰熊若胆敢下口，就会被刺得鲜血淋漓，疼痛难耐。豪猪战略正取意于此。对于台湾这样弱势的一方来说，与其试图牙尖爪利主动出击，不如练就一身刺。即便庞然大物的解放军想要吞下台湾，也必定付出惨重代价，痛得觉得不值得。这一战略构想其实最早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威廉·莫瑞在2008年提出。他建议台湾发展大量防御性、不对称的战力，把自己武装成难以下嘴的豪猪。这一理念在西方逐渐传播开来，被媒体简洁地称为 Porcupine Strategy 豪猪战略。而在台湾本地，民众更喜欢用形象的词汇刺猬岛来描述这样的防御愿景，意思是把台湾岛打造得像刺猬一样，全岛处处是刺，令敌军无从下口。台湾官方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刺猬这个词，但近年国防报告书等都强调要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意思与豪猪战略不谋而合。2021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 CNN 专访时，被问及是否采用豪猪战略，他微笑答道，大致是这样的概念，可见高层对于这一战略思路是心知肚明并予以认可的。那么刺猬岛防御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广布尖刺，固守岛屿，以期达到敌进我伤、敌疲我撑的效果。以下我们从分散部署、固守要点和全民防卫3个层面来剖析台湾正在采取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分散部署，意即让自己的尖刺不集中扎堆，而是遍布各处，难以拔除。台湾深知解放军火箭军拥有成百上千枚导弹，战争一开始，固定的大型目标必然首当其冲。与其把宝贵的战机、战舰集中在几个基地坐以待毙，不如事先把鸡蛋分开，放在许多篮子里。机动导弹部队，台湾军方大力发展机动式武器平台，例如岸置反舰导弹雄风-2/3，与美国提供的鱼叉导弹部署在卡车发射车上，平时藏匿于机库、隧道，战时快速开往公路、海岸线发射阵地，哪里都有导弹，哪里都可能打出致命一击。这将令解放军2栖登陆舰队如芒在背，战机疏散与公路起降。台湾空军不再将所有战机集中停放在几座大型基地里，除了将部分战机转移到东部花莲、台东等山区基地，那里有坚固的山洞机库保护，空军也着手规划战机公路起降演练。台湾的高速公路有多处路段设计上预留作战备跑道，近年来已重新整修，一旦西部空军基地受损，战机可以转场高速公路起降、加油挂弹，再升空作战。同时，军方也在现有机场增建防护，例如为停机坪加盖防爆挡墙，增设伪装网，将战机分散停放，尽量减少一次打击的损失。小型舰艇与分散港口，面对解放军庞大的海军，台湾传统的大型舰艇如驱逐舰、护卫舰，生存空间堪忧。于是台湾积极建造小型高速的蚊子舰，如沱江级双体导弹巡逻舰，携带雄风导弹，吨位小但火力足，可在浅水域高速机动，出没难测。这些轻型导弹艇将部署在全台多处渔港、小港口中，平日与渔船混杂隐蔽，战时突然杀出，对入侵船团发动鱼群般的包围攻击。同理，海军也在强化机动布雷艇的数量，把智能水雷快速布设在可能的敌军登陆海滩和港口航道，一枚枚隐伏水下的水中刺，足以让大型船舰稍有不慎就覆穿洞穿。导弹快递与远程打击。此外，台湾还秘密研发了属于自己的远程利刺。据各方消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在加速制造中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射程可覆盖解放军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目标。例如，雄升巡航导弹据称射程超1000公里，
可打击解放军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站等高超音速的云峰导弹项目也在推进中。这些主动打击的长矛让刺猬不再只是被动挨打，而是有能力刺向来犯的灰熊眼目，使其流血。尽管台湾官方低调处理此类项目，但不对称作战并不排斥以攻为守的武器，只要能增加威慑，迟滞敌军，就是值得投入的尖刺。透过以上种种措施，台湾力图使自己的防御体系润物细无声地散布各地，没有任何单一目标是摧毁台湾防御的关键节点，因为处处皆节点，处处皆备份。解放军如果企图进行斩首或外科手术打击，会发现很难找到一举制胜的中心，正如试图抓住一把撒开的沙子，无从下手。分散并不意味着放弃要点，固守要点是刺猬战略的另一面，在关键位置上布设强固据点，令解放军即便突破外围，也无法轻易占领全岛。这些要点包括地形险要处、战略枢纽地以及心理政治象征地点、天然要塞与坚固阵地。台湾本岛中部多山、群山峻岭天然形成一道纵贯防线，台军已在中部山岳地带构筑了纵深梯次的防御阵地，将大批火炮、火箭和物资囤积其中。一旦沿海防线被攻破，山线防御将成为第二道刺。山地丛林有利于发挥守方优势，解放军若深入内陆，将面临艰苦的山地攻坚战，付出高昂伤亡代价。此外，台湾也强化地下工事建设，像新竹乐山的早期预警雷达站就深藏山顶巨岩下，能抵御钻地弹攻击。空军花莲加山基地的机库也是在大山肚子里开凿出的迷宫，可庇护战机、油弹持续作战。越是重要的指挥所、通讯站越往山里和地下转移，形成一个个战争堡垒。解放军即便一时占领部分平地城市，只要这些坚固要点仍在，台湾抵抗就未曾断根。港口与机场死守，对于孤岛作战而言，港口和机场是生死攸关的命脉，也是必须固守的要点。台军在主要海空港设置了重兵防卫，比如基隆、高雄等重要港口，部署海岸炮、反舰导弹和守备旅，决心与港口共存亡，因为那是外援物资和增援部队登陆的希望所在。同样，桃园、台中等空军基地如果在战火中仍能保持起降能力，那么海外援助、美日盟友的支援也好，自身后备战机出动也好，就能获得立足点。因此，台军在这些要地布置了密集的防空导弹和野战防空炮网，构筑多层防空罩，努力拦截来袭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同时准备了抢修部队和备份装备，一旦跑道被炸出弹坑，最快速度填补修复，不让机场港口沉没，哪怕敌弹如雨，也要争分夺秒恢复功能。这已成为台军演习时的重要科目。城市巷战与战略据点，台湾的城镇乡里同样酝酿着每一处皆战场的决心。大城市如台北、新北是政治经济中枢，更是民心所系之处，绝不能轻易失守。台湾军方预计，一旦解放军突破沿海滩头线，守军将在城市街区组织巷战，用楼房建筑做掩护，逐街逐屋抵抗。街角路口设置反坦克火箭伏击点，高楼顶部架设狙击阵地，地下道和下水系统用来机动渗透，让攻方如坠泥沼。每一栋建筑都是堡垒，令城市变为吞噬进攻者的泥潭。台北近郊更建有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地下指挥所网络，就算地面失陷，地下中枢还能联络各抵抗单位继续作战。同时，在全岛各地，台军预先挑选了一批战略村镇和交叉路口，储备了物资和弹药。一旦大战爆发，当地后备部队和民防力量就地集结，构筑路障工事，阻滞敌军推进。这些据点星罗棋布，看似寻常的小镇，可能突然就变成扎手的钉子，钉在进攻路线的要冲，拖慢解放军进攻节奏，为全局争取宝贵时间。通过固守要点，台湾希望形成层层设防、节节抗击的效果。解放军就算登岛，一城一地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不可能像摊开地图那样按计划快速推进。只要关键据点未拔，解放军背后补给线就始终受威胁，进展稍有迟滞，国际压力与援军介入的窗口就可能出现，从而使台湾有机会拖住强敌，等到反攻时机
或迫使对方停战谈判。刺猬的尖刺不仅长在军队武器上，也扎根于全民意志之中。全民防卫就是要让每一个台湾人都成为防御链条上的一环，从而大幅提高整体韧性。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社会对全民防卫的讨论日益热烈，因为人们目睹了乌克兰在全民抵抗下打乱强敌攻势的实力。延长义务役与强化后备。长期以来，台湾实行义务兵加志愿兵并行制度，但义务兵役期一度缩短至4个月，引发训练不足的担忧。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蔡英文政府在2022年底毅然宣布恢复义务役，服役期为1年，并自2024年起实施。这意味着每年将多出数万名接受过更充分军事训练的年轻后备士兵。在役男训练内容也全面升级，射击、战斗技能、野外求生都比过去更加严格。此外，台湾国防部成立了后备指挥发展部，推出新式后备军人训练计划。退伍数年的后备军人被召回营区，进行14天高强度训练，内容贴近实战，包括射击复训、小组战术、战场急救等。每年一批批后备军人轮训，使台湾拥有了一支常备预备役。这批30来岁的壮年人，平时是工程师、司机、老师，战争来临则换上军装，拿起枪，填补部队消耗，保家卫国。民防组织与全民皆兵，除了正规后备军，台湾民间也在主动组建各种民防和战备组织。例如，由退役特种兵和安全专家牵头的黑熊学院，面向一般市民开办战场急救、防灾避难、枪支基础知识的课程。短短时间吸引了上万民众参加培训。还有企业家发起全民防卫动员署类似构想，号召民众学习如何使用简单武器、自制燃烧瓶等，必要时参与抵抗。政府方面则在各县市成立了防空、消防、医疗等各类民防队伍，并定期举行空袭演习和防空疏散演练。每当防空警报响起，街头车辆停驶，行人迅速就近寻求掩蔽。这种演练场景，以前台湾人觉得遥远，如今已渐成常态。学校里也开始教授简单急救、防灾知识，让青少年了解遇到战事该如何保护自己，协助他人。可以说，台湾社会正试图打破和平麻醉，让民众意识到自身也肩负责任。全民皆兵并非要人人上战场，而是人人都为保卫国家出一分力。有人当兵作战，有人当志工救护，有人维持治安交通，有人支援后勤生产。敌军来的时候，迎接他的将不仅是前线部队，还有整个台湾社会万众一心的抵抗意志、心理建设与决心。全面防卫还体现为一种心理建设，即塑造全民抗敌的决心和对持久战的承受力。台湾人常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相互警醒，从乌克兰平民的英勇中汲取勇气。同时，官方和民间媒体不断讨论万一战争爆发该怎么办，从避难地点、物资储备一直到反占领游击战都有涉及。这种最坏情况想定在过去讳莫如深，如今却越来越公开化，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未雨绸缪。一旦最坏情况来临，国人已有思想准备，不致惊慌失措。许多年轻人表示，如果真的开战，自己愿意挺身而出保卫家园。这种态度的转变，让解放军高层不能不考虑战争成本。当千万人誓死不降时，武力统一就算成功也是惨胜，又怎能实现心灵统一？正是这种全民抗战的决心，构成了刺猬最坚硬的刺尖。通过分散部署、要点固守和全民防卫三管齐下，台湾逐步勾勒出刺猬岛战略的雏形，一个韧性强、难啃咬、打不烂的岛屿防御体系。当然，这一战略也有其挑战，例如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社会长期配合，以及与盟友的密切协同等。但不可否认，刺猬岛理念已成为当下台湾应对大陆军事压力的指导思路，其核心就在于以弱制强，以守待变，争取把生存希望延续到国际局势和战局可能转机的时刻。如今已是2025年，台海局势仍然处在高压之下，解放军没有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台湾也没有放松自身的警戒和备战。可以说，双方正进入一种新常态的对峙，剑拔弩张，但又维持着微妙的克制和平衡。
以下是当前台海动态的一些关键特征：共机、共建、绕台成常态。近2年来，解放军出动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已成为几乎每日上演的场景。台湾国防部的监测记录显示，在过去1年内，解放军军机累计出动接近6000架次进入台海周边空域，其中有超过2000架次绕飞台湾，甚至一度飞越海峡中线，逼近领空。几乎每天清晨，台湾防空部队的雷达荧屏上都会出现来自西方的亮点，歼负11、苏道30战机编队，或是运负8反潜机、空警负500预警机，在台湾海峡南北两端不断试探巡航。同样地，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频频现身台湾东部外海和南部巴士海峡海域，在岛链间进进出出。台湾空军和海军疲于应对，不得不持续派遣战机、升空监控、海军舰艇跟歼驱离。如此高强度的摩台行动，目的在于消耗台湾军力，探查台湾防卫反应，更是在心理上造成全天候压迫。这种无声消耗战让台湾不胜其烦，但也锻炼了台军的及时反应能力。如今台军官兵对共机警报已见怪不怪，能在分钟内完成战备起飞或导弹锁定，时时刻刻绷紧着弦。军演频繁，围岛模式出现。自从2022年佩洛西访台事件后，解放军曾大规模环台军演，一度模拟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和火力打击。此后，类似的演习每年都进行几次，让围岛演练逐渐常态化。2023年，中共18届某次重要会议前夕，解放军东部战区突然宣布在台岛周边开展实兵演练，多军种联合出动，在台湾北部、东部、南部3面海空域同时活动。战区声称，此举是对台独势力与外部干涉的严正警告。演习科目包括对海上目标实施饱和打击，对重要岛屿实施登陆前火力准备等。可以说，解放军已经把真实封锁台湾的脚本演练了多遍。东风导弹滑射禁区将台湾团团围住，舰艇在主要港口外游弋拦截，战机封控各航路要道。虽然每次军演时间有限，尚未完全切断台湾连外航线，但这种军事存在的展示已足以对台湾经济、民心造成冲击。国际航班被迫改道，港口一度停航，都让台湾社会体会到战争阴影并未远去。华尔街日报等外媒评论称，美台需严防解放军军演由演习变实战，一旦演训中突然实弹封锁台湾，将考验各方应变和决心。台湾方面对此也高度戒备，每次解放军有大动作都提高战备等级，以不挑衅不示弱的态度监视，全程严防任何擦枪走火。政治环境风云变幻，2024年初，台湾举行了新的总统大选，这对两岸关系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我们不详细涉及选举结果，但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执政当局立场如何，北京对台湾都不会放松统一进程。如果台湾继续朝着强化主权、自主外交的道路走，北京方面往往以更强硬的军事动作回应。即便台湾选出了相对倾向缓和的领导人，北京也未必改变加压策略，因为在大陆眼中，武统与否取决于自身实力与时机，而非台湾态度软化。在2025年的北京，高层战略思维是和平统一最好，但时间不能无限拖延，军事选项准备好，才能以战止战。因此，我们看到解放军的扩军备战并未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有丝毫放缓。相反，中国军费开支在2025年度继续增长，国防预算增加超 7%， 大量新式武器入列，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完成海试，开始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多艘055型万吨大驱南下远海巡航，歼负20隐形战机被曝已部署在东南沿海基地，对台形成隐形威慑。这一切昭示着中国大陆正全心全意做好武统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或不得不为时，将以雷霆万钧之势解决台湾问题。国际介入与区域联盟，台海局势并非两岸孤立对峙，国际力量的介入成为左右局面的重要因素。美国在2025年依然是台湾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一环。一方面，华盛顿通过台湾关系法和近期多项对台军售，提高台湾自卫能力，
包括加速交付了先前承诺的 M1A2 主战坦克、F-16V 战机以及大量防空、反舰导弹等。另一方面，美国也强化在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与菲律宾签署的军事协定，让美军得以使用靠近台湾的吕宋岛基地。美军部队开始轮驻这些地点，明显是为台海紧急情况预做准备。日本亦大幅提升西南诸岛防卫，石垣岛与那国岛上新设了导弹部队，对准台湾周边海域，为万一事态升级随时策应美军行动。美日还与澳大利亚等盟友更频繁地举行联合演练，在东海、南海展示兵力存在，形成对北京的牵制。可以说，台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交汇点，一边是解放军整装磨刀，另一边美日构筑协防态势，双方都希望对方知难而退，却又都不肯退让一步。这种局面虽紧张，却在某种程度上也维持了平衡，谁都没有必胜把握，因而谁都不敢轻启战端。台湾则小心翼翼走钢索，既努力自强，又尽力拉拢国际支持，在大国角力间寻求生存空间。总的来说，2025年的台海局势是一场软刺猬与巨龙的持续较量。解放军凭借6000余基地构筑的强大全域战力，持续对台湾施压震慑，而台湾则以刺猬岛战略为指导，将有限的资源化为无数小刺，等待着以逸待劳。双方一攻一防，谁都没有十足把握压倒对方。一旦冲突爆发，将会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城市巷战、登陆攻防和心理意志之战。但正因为彼此知晓这一点，反而促使目前都保持着克制中的对抗。历史的车轮滚向前方，台海的明天仍充满未知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解放军的基地旗帜不倒，战机不落，两岸军力失衡的现实就不会改变。而只要台湾岛上每个人心中都亮起一只不屈的刺，那么刺猬岛就不是一个传说，而将真正成为横亘在统一之路上的一只难缠豪猪。或许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与决心博弈，终将决定台海的命运走向。时间在走，局势在变，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见证历史。愿理性终能战胜冲动，愿两岸最终不必兵戎相见。但只有做好最坏打算，才能争取最好的未来。这正是6000基地背后暗含的警示，也是刺猬岛战略苦心经营的初衷。